别尔格罗德5套防空系统被摧毁，俄军主力向托列茨克转移，谷料场俄军被围点打援，乌军专打俄督战队，乌战机展示高超投弹技术，美军 F-35抵达菲律宾。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对俄防空系统的打击力度愈加频繁。6月26号，乌军导弹袭击了别尔格罗德州的一处军事基地，俄军的一套 S-300防空系统被摧毁，这是该市附近被证实摧毁的第5套防空系统了。之前有2套铠甲防空系统在同一天被摧毁。美国才刚刚宣布原武武器可以打击俄罗斯本土，没想到不过1个月的时间，别尔格罗德就成为了继克里米亚之后防空系统损失最惨的一个区域。别尔格罗德州是俄军进攻哈尔科夫的后勤补给中心，其防空能力的下降让给乌克兰空军的生存率更高。结合即将到来的 F-16，因为俄军高度是依赖铁路补给，但哈尔科夫的铁路完全处于乌军的打击范围之内。同时，俄军的防空系统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几乎没有还手之力。乌军可以通过进一步摧毁俄军的后勤，卡住哈尔科夫俄军的大动脉。这件事儿反映在战场上，就是俄军在哈尔科夫的节节败退。乌军在哈尔科夫转守为攻，不仅在沃夫昌斯克北岸掌握主动权，还在利普奇和赫里伯克激烈反攻，欲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的土地。所以当前俄罗斯正在改变作战方向，试图在列托茨克形成大规模突破。俄军在6月18号晚上增加了对托列茨克方向的攻击强度，但主要是以步兵为主。从战线上来看，托列茨克是乌军在顿涅茨克州的一块突出部，南边是阿夫迪夫卡，北边是恰西夫亚尔，这2处都是俄军之前最重视的战略目标。但俄军现在呢，并没有加大在这2个地区的筹码，反而是在连接2者的托列茨克地区发起了大规模进攻。这主要是因为乌军可以依托该突出部，能对进攻恰西夫亚尔以及阿夫迪夫卡以西的俄军后勤系统进行打击和拦截，这使得俄军始终没有勇气在恰西夫亚尔梭哈。在经历过2个多月的无用功后，俄军终于回过味儿来，知道要夺取恰西夫亚尔，必须先打下托列茨克。就算打不下来，也要压制该地区的乌军，确保恰西夫亚尔方向的俄军是没有后顾之忧。然而呢，托列茨克的后方是康斯坦丁尼夫卡，这是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州打下的一颗重要钉子。从2014年到现在，俄军一直想要夺取这座城市，甚至动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该城市始终在乌军手中。目前俄军之所以想拿下恰西夫亚尔，也是想打通去往这座城市的道路。然而2个月过去了，俄军在恰西夫亚尔深陷泥潭，仅仅拿下了恰城最东边的一小块地区。想要继续进攻，还要跨越一条运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俄军会放弃恰西夫亚尔，转而从托列茨克进攻康斯坦丁尼夫卡。目前从俄军的进攻能力来看，虽然恰西夫亚尔攻势不顺，但是俄军并没有减小攻击力度，反而是在层层加码。而托列茨克的俄军呢，虽然攻势猛烈，但缺乏装甲和重火力，这也就意味着该地区的俄军的机动能力将会十分差劲。俄军这次进攻可能仅仅是一次地区性的进攻，目的是增大乌军的压力，并且试图扩大恰西夫亚尔和阿夫迪夫卡以西的战果。目前俄军在该地区投入的兵力是十分有限的，比如俄罗斯第132摩托化步兵旅、第1摩托化步兵团，这些军队呢都不是俄军的正规军，而是收编的乌克兰亲俄武装势力。无论是装备还是战斗力，都是明显要低于在恰西夫亚尔和阿夫迪夫卡方向的俄军的。大兵认为俄军很难在该地区形成突破性进展。即使俄罗斯军队能够成功夺取托列斯克，但其通往康斯坦丁尼夫卡的路上是大量的开阔地以及沼泽和湖泊。这对于进攻方的俄军来说呢，这些地形让机械化部队难以在该方向上快速机动。目前被包围在谷料场的俄军已经成为了乌军围点打援的材料。
6月18号，大兵曾经和大家报告过，在沃夫昌斯克大概有几百名俄军被围困在了沃夫恰河北岸的谷料场地区。最近一段时间呢，俄军动用了大量部队以及空中支援，妄图打通和谷料场的通道，上演拯救大兵瑞恩。最极端的情况呢，俄军在1天内发起了4次突击，空天军在1小时投下了16枚航空炸弹。然而到目前为止，谷料场的俄军依旧处于被围困当中。哈尔科夫部队作战和战术小组发言人尤里波夫赫在6月26号表示，这块飞地仍然被乌克兰国防军封锁，俄军正试图在那里进行突破。沃夫昌斯克的每一次袭击就在工厂的方向上，但我们的国防军击退了他们。那有的观众就会问了，谷料场的俄军就这么能打，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硬扛了乌军1周还没被拿下？事实上之所以谷料场仍然掌握在俄军手中，主要还是乌军没有进攻，只是围困。很明显，乌军是希望迫使这支俄军投降，或者以此吸引俄军来不断的营救补给，从而大规模完成对俄军的杀伤。而这种围点打援的战术非常成功，之前就有30多名俄军在支援谷料场的路上被乌军无人机袭击，结果通通投降了。俄军的大量投降，其背后是士气的低落。这些人呢，本身就是为了高薪才来参加军队的，如今看到同伴一个个倒下，有钱赚没命花，自然就会想到自己了。而俄罗斯高层也没有安抚士气的办法，毕竟俄军指挥官只会躲在后方，让田线宝宝上前送死。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由车臣特种部队阿赫马特组成的督战队开始在哈尔科夫地区出现了。车臣部队和俄军不在同一个体系，相互认识的几率呢也很低，基本是没有什么同胞之谊，这使得他们在督战时更加得心应手。还有一点，当年俄军在哈尔科夫大败，俄军呢是急着撤退，却没有告诉车臣军队，导致车臣损失了1个团的兵力。现在轮到车臣督战俄军，也算是风水轮流转了。这样一来呢，虽然俄军败退投降的情况减少，但军心也更加涣散了。为此，乌军打算帮助这些可怜的底层俄军士兵，给予他们投降和撤退的权利。有消息称，6月24号，乌军对阿赫马特特种部队驻地进行了打击，目的是为了让俄罗斯士兵溃逃。不知道得知这一消息的俄军到底是该高兴还是该伤心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战线。6月27号，哈尔科夫方向战线没有明显变化，但小股俄军部队正在从更多方向进入乌克兰领土进行破坏行动。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安德烈·德姆琴科表示，一个俄罗斯破坏和侦察小组越过边境，在佐洛奇夫方向和乌军进行了小型武器战斗，最终被乌军击退。这可能是俄军发起新行动的前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5月26号表示，俄军正在为新的进攻行动做准备，并且正在哈尔科夫市西北90公里处的乌克兰边境集中一支规模不明的集团军。同时，俄军也在该方向加固阵地，有为长期战而做准备的可能性。第92独立突击旅无人机指挥官尤里·费多连科上尉表示，俄军正在哈尔科夫方向挖掘第1甚至第2道防线，但乌军的无人机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现在无人机已经成为乌军重要的战斗力，无人机的重要性甚至是要超过了普通士兵了。而俄罗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26号，俄军在库皮扬斯克方向采用了大规模的电子战攻势，这导致乌军的通讯以及无人机信号受到了极大影响，而俄军也借机向前推进了1.5公里。同时，在西维尔斯克、托列斯克、阿夫迪夫卡以西以及扎波罗热，俄军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战线呢没有变化。一段视频显示，一架低空飞行的乌克兰米格29战斗机使用甩子的方式投下炸弹。据说这些武器呢是法国制造的锤子精确制导炸弹，其设计就是为了以这种方式使用的。当然呢，它也有可能是美国援助的 GDAM 滑翔炸弹。这种投弹方式可以与任何炸弹一起使用，以尽量减少战斗机暴露在敌方火力中的风险。锤子是一种精确制导炸弹，事实上呢，更像是一个转换套件，是通过安装在机头上的制导部件和尾部安装的射程扩展套件连接到标准铁炸弹上而制成的。这种制导改装套件呢，已经成为最近几年各国航空炸弹的主流了，包括的美国的 GDAM-1R、俄罗斯的 FAB 系列等等。而制导炸弹诞生之前呢，为了提高精准度，多使用俯冲式轰炸。
其中呢，以二战德国的斯图卡是最为经典，但是也有使用这种俯仰式轰炸的。在冷战初期，为了能在投出核弹后迅速逃离，美军还特别对小型或者速度较慢的轰炸机进行了这种投弹方式的训练。这种投弹方式呢，会极大的降低炸弹的精度。然而，在核弹的威力面前，精度呢已经无所谓了，以最快时间让自己跑路才是轰炸机要考虑的事情。而对现代战争的精确制导炸弹来说，这种投弹方式是有利有弊的。首先，这种方式同样会降低炸弹精度，但是由于炸弹的制导能力，精度影响会被降低。而好处就是这种投弹方式呢，会极大的增加战机的生存能力。由于精确制导炸弹的射程由战机的高度所决定，所以为了保证射程，战机的高度是不能太低，但这加大了被防空系统发现的概率。而这种投弹方式能让战机在低空飞行，并且通过抛射来提高炸弹的高度，这使得其至少还有15公里外的目标。26号，在与朝鲜只有咫尺之遥的西北岛屿仁川市的翁金郡大延平岛，韩国海军陆战队 K9 自行火炮向海上目标展开炮击。韩国海军陆战队这次动用 K9 自行火炮、天5多管火箭、长汀反坦克导弹等进行海上实弹射击训练。海军陆战队称，大约在1个小时内共发射了290多发炮弹。K9 自行火炮和天5瞄准海上特定区域，长汀则瞄准了海上漂浮的模拟目标，分别实施了射击训练。这是时隔7年，韩军在朝韩首次实施的海上射击。同时，韩国政府呢，当天完全解除了在2018年签署的919南北军事协议，其中禁止海上射击的枷锁。此前，韩国政府在朝鲜实施垃圾气球事件等挑衅超过限度后，在4号全面终止了919共同文件的效力，并在22天后在西北岛屿实施了实弹射击演习。但朝鲜呢，在24、25号晚上连续2天飘送垃圾气球，在凌晨呢还发射了导弹。即便这些导弹在空中爆炸，依旧是增大了该地区的紧张程度。韩国军方认为，朝鲜当天凌晨发射但是失败的导弹是高超音速导弹。韩军方消息人士表示，朝鲜有可能是再次发射了月初在金将军参观下发射的高超音速固体燃料中程弹道导弹。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6月24号报道，上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4架 F-35B 战斗机向西吕宋沿海的漂浮目标投掷了7枚 GBU-32 制导炸弹，这是美菲两国首次举行此类的双边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远征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迪准将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副司令罗密欧·拉卡迪奥准将并肩站在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位于伯尼法西奥堡的总部内。布罗迪表示，这次演习是他首次能够真正的与一位外国指挥官一起指挥和控制部队。布罗迪表示，虽然演习规模比两国举行的肩并肩联合演习要小，但他提供了有关共同作战的宝贵经验。利用菲律宾海军和空军无人机提供的情报，两位指挥官向演习区域附近飞行的一架 C-130运输机传达命令。这里是航空指挥所在之处，然后通过这里把必要的瞄准信息传递给海军陆战队第214战斗机攻击中队的4架 F-35B。一旦 F-35B 发现目标，这些信息就会被转回联合指挥中心并进行攻击。波罗迪表示，这种联合作战方式比美军单纯的使用 F-35攻击要复杂得多。美国空军第199战斗机中队还为海军陆战队飞机提供了2架 F-22A 猛禽战斗机护航。波罗迪认为，菲律宾军队教会了美军很多东西，他们知道如何在严酷的天气条件和丛林密布的环境中作战，这些都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通常没有机会开展训练的环境，或者根本就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当我们与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员一起行动时，他们很强悍，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最艰难的天气条件下生存和坚持。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